钱一拳，1文钱一拳啊！如果家里面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孩子不孝顺的，啊，买不起柴米油盐的，受地痞流氓气的，再加上老婆欺负的，就来打我吧！1文钱一拳呐！价钱公道，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了，错过会后悔一辈子。你说话算话吗？哼，我像骗子吗？废话，来吧！打不着可不算，不能躲也不能闪。来呀！别说那么多废话了。来吧！1文钱，2文钱，3文、4文、5文、6文钱。你不是说不还手吗？疼了，疼了就还脚吗？你什么人呢你？小师爷，把这个人给我带回烟馆。我也没还手啊。少爷，您要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傻子干什么用啊？你只管照我的话做，别问那么多。1文钱一拳，1文钱一拳啊！肖师爷呢？啊，他不在。这身衣服还合适吧？请坐。合适？你是？是。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我认识你就行了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上次我开医馆的时候，是陈英雄抬着棺材来找霍元甲报仇的。我说的对吗？怪不得看你有点面熟啊。陈英雄不必客气，来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聊。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找你确实有一事相求。陈英雄一心想为师父报仇，也正好，霍元甲也是我的仇人。他3番5次的扰乱我的生意，可惜我的手下武功稀松，拿霍元甲没有办法。今天巧遇陈英雄，希望陈英雄能帮我一把，铲除霍元甲，这样不也正合了你的心愿吗？这是我跟霍元甲的事情，我是为师父报仇。你不说，我也会杀了他。可是霍元甲功夫了得，你一时难以得手，对吧？反正我杀霍元甲那是我的事情，他迟早会死在我手上。好样的，果然是英雄虎胆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此事你不必担心，我给你请了个好帮手。这是西洋火枪，只要你扣动扳机，别说是霍元甲，就是他全家人都来，也不是你的对手。武功再快，也快不过这杨家伙。对不起，我习武之人是不用这种玩意儿的。陈英雄，你多虑了，方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结果。我们现在只要霍元甲死就是了，管他怎么死呢？拿着，保管一枪毙命。爷，您来了，里边有位子啊，里边请。爷，这是我们城里最好的烟馆，最好的烟炮啊，都在我们这儿呢。就是。
谢谢兄弟，走吧。哎，兄弟。 元甲，怎么讲？别动！你们都别动！住手！元甲，元甲，你没事吧？元甲，陈真，你不要乱来。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和他们无关。元甲，你的伤……你们都别过来，我没事儿。大师伯是死在我手上，不关其他人的事。你要报仇，就找我好了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开枪！比武！我们两个来一场比武！好啊，江湖规矩，打死无怨。呀！我炸！怎么样？你还打不打？一定要打！你现在这个样，怎么打下去？我不死就打！凭你现在的武功，再练20年也打不赢我。你真的很想打赢我？我有办法，我教你武功。等你学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再找我报仇。等着，我绝不食言。你们怕我陈家害你？哼！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，你都瞧不起你自己。一言为定。好。霍家历代祖先在上，密宗第5代掌门霍恩帝将4子元甲收入密宗门下。哎，元甲，还不快去拜师啊！爹，请用茶。元甲，在霍家我是你父亲，在密宗我是掌门，我现在就收你为徒。以你的资质，别人3年，你1年就能得以大成。以后你要好好练功，听到了吗？是，爹。国有国法，
家有家规，各派都有自己的戒条，我们霍家拳也不例外。元武，爹，将我们霍家密宗拳的拳训告诉他。是爹。霍家密宗拳，师承前师之拳法精义，崇高武德，后辈收徒开馆，发扬光大，则当谨记拳训。第一，非霍姓人不能收作入室弟子，只能作为拜门弟子。拜门弟子只能学普通入门拳法，防身健体。第二，非男丁不传，非子婿不传。第三，识类人等不得入门，争强斗狠、不明事理者不收，体质孱弱、难持修习者不收，5岁以下、40岁以上者不收，女子不收，残疾不收，已学别家武功、半路投奔者不收。爹，我不能拜您为师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冤家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你怎么突然又变卦了？不是我变卦，只是这个霍家拳训过于苛刻，我并不符合拳训所规定的要求，不能成为霍家弟子。非男丁不传，传子不传婿。若是我下一代生的全是女儿的话，霍家拳岂不是要绝后？还有，武术本身就是要强身健体，身体瘦弱的其实更需要练武，我就是深受其害。霍家祖传的规矩，岂由得你在此胡言？非直系子孙就不能学习霍家拳，那又怎么能够像爹说的那样将霍家拳发扬光大？还有，我已学别家武功，被归为不得入门之列，又如何能成为霍家弟子？好啊，别说那么多废话，香案已经摆在这里了。霍家拳，你学是不学？爹，恕孩儿不孝。你，这是第一掌，你接过我3掌，我们就脱离父子关系。第3掌，老爷，放开我！不，放开我！不，除非你答应我收回这掌。爹，爹，爹，爹。放开我！教子无法，犹如我霍家门风。这第3掌，我自己受。
姨父，下这么大的雨，站在路中间干什么？有什么事的话，咱们屋里谈。啊，出手！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，我要杀了你！姨父，您明白的太晚了。恕我直言，您这把老骨头，不要乱动的话，还能享几年清福。你何必要逼我出手呢？爹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我依丽莎遗嘱，我把赵家的家业交给你，你就是赵家的当家人，你就是唯一的当家人。爹，我求你不要死！来人，爹！来人呀！救命！ 你要记住，如果龙海生那个畜生他要害你，你就去霍家找你霍婆婆，他会帮你主持公道的。你两个哥哥靠不住啊！爹，我不要，我不准你死！爹，爹，你起来啊！你起来！可怜我，赵圣贤英雄一世，最后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。 妹啊，爹死前都说什么了？有没有说将来谁来主持家业，还有我们赵家的家产？
赵姑娘，究竟怎么了？赵师弟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就……火伯伯，你要为妾男做主啊！少爷他们俩把老爷的房间翻得乱七八糟，你赶紧过去看看吧。哼，两个逆子！住手！你不要碰别的东西！住手啊！给我滚开！住手！不要碰别的东西！闪开你！你还是不是人？你还是不是人啊你？你还是不是？把爹的遗书给我拿出来！没错，爹拿出来！住手！你们俩干什么？你爹的尸骨未寒，就想分家产？胡大伯，你老说话注意点。说的没错，我爹死了，我们兄弟两个就是赵家的当家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不该您管，更不必您老操心。拿出来！你给我拿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拿出来！爹临死前已经把这个家托付给我，以后这里没有你们什么事了。你想骗我？不可能！逆子！你爹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跪！你们两个给我听着！从今以后，如果再贩卖鸦片，我见一家收一家。喝点水吧。谢谢啊。喝点水吧。不要！这呀，你手流血了。流血算得了什么？我师父说过，男人不流血算得了什么男人？怕流血，那就别做什么武林中人。我跟你说过吗？练武必须讲求耐性，急于求成是没用的。你要打赢我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扫地。师傅。师傅，今天练什么？哎，师傅，梅花桩啊。这哪能算梅花桩啊？你会吗？我当然不会了，有师傅嘛。哦，那你师傅来啊。普通的桩是死的，我设计的桩，它却是活的。陈真，你来试试。
师侄，没事吧？师傅，练对打不是都要从不会动的木人开始吗？怎么一开始就让我们练这个啊？木人是死的，但和对方对打的时候，对方会站在那儿让你打吗？我明白师傅的意思。师傅是要我以少打多。记住，先慢再快，循序渐进。如果急于求成，必然事倍功半。烧鸡已经为你们两个准备了，不过先把这羽毛按深浅色分开，才能有鸡吃。师傅，这太简单了吧？是挺简单的，那就来吧。慢慢分吧。这怎么分啊？这个地方很潮啊。药材是要放在干燥的地方，鸦片却刚刚相反，越潮湿越好。师傅，如果这些都是鸦片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立刻回去通知我爹。这样，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这些箱子里只有佛头，没有佛身子呢？空的，空的，里面有东西。当归。诸位英雄，深夜造访船厂，有何贵干呢？哦，我收到消息，有人利用药材做幌子，将鸦片藏到这家船厂里面。我只是想查清楚，龙少爷做事要注意自己的声誉，自己做的事自己心里清楚。这里面必有误会，你不要轻信他人。哼，轻信他人？难道信你这个轻浮恶毒的败类？今天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，替我爹报仇！呀！霍元甲，你们霍家网罗暴民砸烟馆烧鸦片，我们就没管。想不到你今天居然干起了偷盗的勾当！喂，你说谁偷盗？是他们偷运鸦片，我们是来这里查鸦片的。你查到了吗？绑回去再说。霍元甲，我要你给我爹陪葬！呀！振北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哥，和我一起报仇！呀呀！振北，振北，你怎么了？振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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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你？振北，振北，振北！霍元甲，你害死大师伯，逼死我父亲，又杀死振北，我跟你没完！霍元甲，你杀人越货，给我拿下！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！走，师傅，快！哎呀！
赵振北本身就是龙海生的走狗。刚才你那刀劈得很痛快，没必要自责。陈真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霍赵两家虽然争斗多年，但他们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。再说振北还是倩楠的亲哥，这一刀下去，许多清楚的事又变糊涂了。哎行，别想那么多，干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去杀个痛快。哎，陈真，这分明是龙海生的圈套，你去杀个痛快，正中他下怀。是啊，师傅，我们中了圈套了。师傅，我跟陈真没有调查清楚就把你拉到船厂，是我们连累了你。不关振生的事儿，是我想人多点好，所以才叫你来的。师傅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是我决定去船厂的，人也是我杀的。如果说连累的话，是我连累你们两个。不像是致命伤啊！爹，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。照你这么说，人真是你杀的？爹，我不能这么肯定。当时他们埋伏我们，是个圈套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。来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啊，这万万不行啊！老爷，人家是我你说什么？不可以呀！枉自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何况是我的儿子？老爷，别，一切自有王法的。老爷不要，霍家光明正大，不是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冤有冤我。老爷，快把他们拉开！老爷，娘，老爷，你别这样吧，你放过他！走！等一下，老爷，车还没准备好。不用了，我们走着去。霍老爷，宋捕头，那天在您门口，小的多有得罪，给您赔个不是。哎，那是你们公务在身，不要提了，请坐。啊，上茶。是。请问，我儿子的案子有什么进展？今天我就是为了你儿子的事儿来的，霍老爷。我们大老爷回到县衙之后，请了2个最好的仵作，都看了镇北的尸体。这是验尸结果。大爷，死者伤在胸前，创深半寸，伤者受惊心悸而死。死者伤在喉头，创深1寸，割破气管，气结而死。什么意思？2个仵作验尸也是正常的事儿。我们大老爷想问问你，要哪个验尸的单子？我不明白。
我要见知县大人，亲自验尸。霍老爷，疑犯至今查验尸体，大清律例上可是没写这一条。是。那这一刀只能砍在一个地方吧？知县大人怎么说？这算什么呀？我们大老爷说了，只要霍老爷您愿意，这一刀可以砍在胳膊上。行了，要多少银子明说吧。还是霍夫人爽快，我就不拐弯了啊！6000两银子，5日之内送到知县衙门。你们，嘿，快滚！这银子我绝不给。嘿，话别说那么早，还有5天呢。嘿，小的告辞了啊！滚！老爷，我们要不要出这笔钱？出了这笔钱，能确保袁家的安全吗？如果不出这笔钱，那又该怎么办？不行，这笔钱我打死也不出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看着袁家不明不白的去死？总会有办法的。注意大家！哎，胡元甲，有人来看你。袁家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当天我们去船厂，想去找鸦片，没想到会遇到龙海生和你2个哥哥。接着，我们就打了起来。别人说什么我都不相信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：我哥是不是你杀死的？是我干的，我当时是出刀了。秦南，秦南，我也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看过你哥的尸体？我砍的不是很重，不足以致命。你有没有仔细的查验过他的尸体？我当时特别伤心，我没有注意那么多。不过我愿意从心里相信你，你不是故意的。袁家，如果死的是别人，我一定会劝你，刀剑无情，不要太自责。可死的是我哥，我开不了口。袁家，如果人不是你杀的，
我们一定要查出真凶，为我哥报仇，替你伸冤。如果人是你杀的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？我以前总是觉得漏掉了什么。我想起来了。到底什么？当时，师傅和镇南镇北对打，师傅给了镇北一脚，镇北飞了出去。龙海生把他扶起来的。别动！别动！镇北，镇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哥，替咱弟报仇！那又怎么样？如果龙海生那时候下了什么毒手？是啊，我们真的从来没见过赵镇北的尸体啊。怎么样？有毒？既不是气毒，也不是实毒，只可能是血毒。兄弟，这下毒总有途径，这毒是……这毒大鳞蟒蛇汁，云南出产的剧毒，见血封喉啊！一般都涂抹在发簪、戒指之类的随身硬物上，杀人于无形啊！镇北，你没事吧？龙海生，霍老伯，赵镇北不是我师傅杀的。我们找到仵作，查验了赵镇北的尸体。我手里拿的这根，就是探毒的银针。霍老伯，是蛇毒。当日在船上，我们都在现场。师傅和赵镇北搏斗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赵镇北被师傅踢倒，是龙海生扶他起来的。就在龙海生扶起赵镇北的时候，他在赵镇北耳朵后面下毒手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注意，所以赵镇北挨了师傅那一刀，才会倒地失声而死。杀死赵镇北的真正凶手是龙海生。除了这些，还有证据吗？本来我们要把尸帖和仵作都带到您面前，让您带上霍家的弟子去官府对质。没想到我们出来的时候被宋捕头发现了。那个仵作，现在8成已被宋捕头害了。龙海生勾结官府，杀人之心昭然若揭。霍老伯，现在救我师父的唯一办法就是劫狱。
霍老伯，事不宜迟，要是再过2天，够了，不要说了。我们霍家虽不是世世代代为官的望族，可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。节钺这样目无王法之事，我们霍家绝对不会干。可是霍老爷，龙海生他们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姓霍的绝对不做。那我们真走了啊！走吧，走吧。你走，陈真，你走，你走啊！走。要是看在师傅的份上，这个老鬼……陈真，你刚才没有听清楚霍老伯怎么说的吗？你说的前面还是后面啊？最后那句。他说姓霍的绝对不做嘛。你姓什么呀？我姓陈。我姓什么呀？刘。哎，对啊，霍老伯会是这个意思？现在霍老伯已经把师傅的性命交到我们手上了，我们一定要把师傅救出来。走吧。我的仇没报，绝对不可以让霍元甲死。陈真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个人把大牢地图画出来。走吧。陈真为了给师傅程天笑报仇，二话不说就要单挑霍元甲。江湖规矩，打死无怨。此时他的武功与霍元甲相差甚远，就算再练个20年，也未必是霍元甲的对手。为了化解彼此的恩怨，霍元甲竟想收陈真做徒弟，还说等他的武功有3、4楼那么高的时候再找他报仇。霍元甲不愧是一代宗师，仅用几个不起眼的水桶，就充分激发出了陈真的潜能。短短2天半，他的武功便已突飞猛进。此时霍家的死对头老赵得知挚友刘师傅遇害一事，便笃定是龙海生所为，对其贩卖鸦片的事情深恶痛绝。于是他在暴雨之夜，手持长枪就要为民除害。然而他的身体同样受到龙海生的长期陷害，早已染上了鸦片之毒，命不久矣。还没撑过2个半回合，就被龙海生一刀透心凉，饮恨西北。如果龙海生那个畜生他要害你，这就去霍家找你霍伯伯。霍恩帝参加老赵的葬礼时，听闻龙海生是始作俑者，便立刻向知县大人送去一封信，希望他能向朝廷反映全面禁烟。知县大人虽表面上答应了他，但背地里却把信件撕得稀碎，只因他早就与龙海生搞在了一起。霍恩帝为了靖海老百姓的安危，不惜与官府为敌，捣毁了许多烟馆。这是福寿膏，它其实是魔鬼，蚕食我们中国人精神的魔鬼。如果我们不小心沾了它，就会连累你的家人、朋友，殃及子孙后代。陈真看着一身正气的霍元甲，内心也非常矛盾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复仇是否正确。此时在现场围观的龙海生见霍元甲砸了自己的饭碗，心中的恨意犹如滔滔江水，绵绵不绝。于是他暗中放出假消息，说将有一批鸦片会从赵家船厂发货。陈真得知此消息后，连忙告诉了霍元甲。岂料几人深夜赶到船厂，准备一探究竟时，却发现箱子里面全是一些普通药材。突然，龙海生带着手下和捕快，掐准时机出现在几人面前。他们以偷盗的罪名想要带走霍元甲等人，殊不知老赵的儿子赵振北在龙海生的教唆下，竟然对霍元甲发起猛攻。两人缠斗之际，赵振北不慎摔倒，龙海生见状假意将他扶起，实则是用手中的戒指暗中对赵振北下毒。眼看自己不是霍元甲的对手，赵家兄弟俩决定联手进攻。赵振北还不慎挨了一刀，此时他体内的毒素开始发作，一阵剧烈抽搐过后惨死当场。随行的捕快见此情形，认定霍元甲就是杀人凶手。霍元甲不想落入自证陷阱，只好挟持了他，随即带着陈真、刘振生逃离了此地。霍恩帝以为知县是包青天在世，便从容地把儿子交给了官府，没想到隔天就被啪啪打脸。捕快找上门为知县传话，若想救出霍元甲，就必须拿出6000两。霍恩帝当然不肯屈服，于是官府假装放了霍元甲，紧接着就大喊霍元甲越狱了，越狱了。他们想要以此为借口杀了霍元甲，还好陈真与刘振生及时赶到，官兵见状只好使出必杀技万箭天外。师徒几人凭借灵活的身法不停闪避，霍元甲为了救陈真，用手臂为其挡下一剑。几人联手总算是逃出升天，来到陈真的老家躲避追杀。霍元甲希望陈真下山一趟，去购买逃往外地的船票。岂料陈真看着那些追捕的官兵，心中再次涌现为程天笑报仇的念头。
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，他依旧决定出卖霍元甲，还不忘在沿途留下标记，给官兵指路。转眼来到晚上，埋伏已久的官兵对霍元甲实施抓捕。几人逃跑过程中，刘振声不幸中箭。霍元甲见状，让陈真两人先走，他负责面对官兵拖延时间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陈真最终还是放心不下霍元甲，利用从小在山上学到的技能，召唤出一群哈士奇去围攻官兵，再趁乱救走了霍元甲。死里逃生的几人将何去何从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中国人绝对不能叫中国人是病夫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陈真首次对同胞发出的怒吼。就在不久前，霍元甲三人为躲避追杀来到天津，投靠了刘振声的挚友陆大安。怎料陆大安的日子过得也十分拮据，眼见霍元甲武功如此了得，陆大安希望他留在自己的武馆教小孩子习武，而陈真则在陆大安的介绍下前往地下拳赛打拳赢取生活费。陈真这2年跟随霍元甲习武，武功早已今非昔比，他仅是一个回合便打败了上一届的种子选手。霍元甲也认为这样可以让陈真积累实战经验，因此并未阻拦。不曾想这天陈真遇到了一位泰国拳手，他的泰拳十分勇猛且招招致命，打得陈真一时难以招架，还差点被对方腾空而下的袭击要了小命，幸好他迅速躲开，紧接一记夺命剪刀脚扭转局势。泰拳小伙一气之下发起猛烈进攻，陈真沉着应战，利用肘击严防死守。不久后，2人同时被对方击倒在地，岂料泰拳小伙迅速起身，使出连环无影脚，再次发起进攻。陈真处于被动挨打状态，暂时落入下风。此时他找准时机出拳反击，2拳过后一个下劈，便将对手放倒在地。尽管陈真最终赢下了比赛，但同样受了很严重的伤。霍元甲看着躺在床上的陈真，内心十分难过，并极力劝他别再参加拳赛。可陈真一心想要提升自己，希望能早日超越霍元甲。陈真这次的对手是个东北的大高个，殊不知就在上台前，陆大安却恳求陈真这次比赛只能输不能赢，只因他欠下了斧头帮一笔债，倘若这次是对方赢了，斧头帮赢下的钱就可以跟债务一笔勾销。为了帮陆大安还债，陈真迫不得已只好答应。转眼比赛开始，陈真一直被动挨打不敢还手，台下的观众看得津津有味，台上的陈真却被打得伤痕累累。臭小子，你赢不了我的！陈真听后火冒三丈，一时没忍住对其发起强烈进攻，还没使出5成功力，就把大高个打得鼻青脸肿。可当他看到陆大安的神情，又瞬间改变了主意，接着开始对对方放海。大高个还以为自己老牛掰呢，把陈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尽管如此，陈真依旧没有半点怨言。没想到大高个得寸进尺，一边骂陈真是东亚病夫，一边骑在他的身上扇他耳光。场外的陆大安实在看不下去了，陈真，给我狠狠地打！陈真血脉觉醒，仅是一拳就把大高个打得鼻血四溅。陈真再也无所顾忌，不再保存实力，奋起反击，使出了自己所有的招式，不到2回合就将对方打得失去反抗能力。你给我记住，中国人绝对不能叫中国人是病夫，你知道吗？陈真虽然赢下了比赛，但这也意味着陆大安要遭到斧头帮的报复。他被抓起来暴打了一顿，对方还要砍掉他的5指姑娘。危急时刻，陈真与刘振声及时赶到。就凭你们俩也敢来斧头帮救人，真是天大的下菜呀！陈真与刘振声合力对付斧头帮，此时2人武功早已不同往日，很快就把这3瓜2枣打得落花流水。没想到对方不讲武德，竟趁乱挟持了陆大安。陈真2人不敢轻举妄动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霍元甲前来救场，从背后发起奇袭救下陆大安。陈真趁机把小头目掳做人质。英雄饶命，饶命！饶了你可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在自己的土地上欺负同胞，尤其是老百姓，懂吗？陆大安虽然就此逃过一劫，可不久后他们又碰上了新的麻烦，那便是岛国武术界对我们中华武术协会发起了挑战。霍元甲对此又将如何应对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霍元甲，你不配练，你根本就是个缩头乌龟！你振声！东洋武士到底有多嚣张？只是稍稍用力，坚硬的铜钱瞬间一分为2。此人正是日本高手宫本一郎。当到天津的他，便悄无声息夺走了各大门派的会旗，还轻松秒杀一众精英弟子。然而这还不解气，他要代表岛国对天津武术总会发起挑战。身为会长的陈少明为国出战义不容辞，2人在风雨中展开生死对决。陈会长身为咏春派掌门人，刚上来就使出独门绝学咏春拳，对宫本发起猛烈进攻。而宫本内力深厚，出手狠辣，虽然招数不多，但招招致命。陈会长的咏春短桥窄马，寸发寸进，变化多端，2人你来我往，难分高下。尽管陈会长是一代宗师，可毕竟年事已高，拳怕少壮，2人交手数回合，陈会长依旧无法占据上风。相反，此时的宫本已经逐渐适应了陈会长的出招习惯，哪怕陈会长使出毕生所学，也终究敌不过年轻的宫本。
但为了民族尊严，陈会长依旧强忍伤痛，再次站了起来。岂料宫本还留了一手，他突然使出必杀技，用双腿紧紧缠住陈会长的脖颈，一个转身将其重重抛摔在地。正当他要上前补刀时，一旁的霍元甲连忙上前阻拦。既然你们胜负已分，又何必置人于死地呢？宫本见状，只好先行作罢。毕竟通过刚才的交手，他就知道霍元甲并非等闲之辈。他的武功远远高于陈少明，如果任他发展下去，我怕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武术界的头号敌人。宫本执意要与霍元甲比武，可东洋特务王希文却认为天王交给他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没有必要再生事端。然而宫本依旧选择在深夜带着一瓶好酒到大安武馆，主动向霍元甲发起对战邀请。只可惜霍元甲拒绝了他，于是宫本又以激将法辱骂霍元甲。霍元甲，你不配练，你根本就是个缩头乌龟。你陈胜见霍元甲不为所动，宫本也只好用微笑掩饰尴尬，转身离开了大安武馆。可一旁的陈真却越想越气，冲出门外就要与宫本大战300回合。怎料宫本压根不把他放在眼里，陈真怒不可遏，冲上前去主动发起猛攻。但此时他的武艺仍未达到巅峰之境，就算使出浑身解数，也依旧不是宫本的对手。最终宫本一个扫臂把陈真打晕，还好陈真的心上人刚好路过，把他救了回去。而宫本约战霍元甲一事很快就传到了天津武术总会，他们把霍元甲叫来，一边说着霍元甲无门无派，没有资格代表武术总会与宫本比武，一边又百般推脱谁也不愿上场，简直就是一盘散沙，可笑至极。突然他们想起了一位隐士高手，也是唯一有可能与宫本抗衡的人，那便是曾经打遍天津无敌手的太极宗师冯坤。他的独门绝技揽雀尾更是家喻户晓。为了在小日子面前挣回面子，陈会长让所有人都去寻找冯坤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霍元甲路过总会大院时偶然发现，管家刘师傅拉莫所用的正是太极掌法和腿法。可各大掌门都不愿相信，眼前这个年老体衰的管家会是天津第一高手。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，霍元甲让徒弟刘振生一探究竟。常年累月的武功修为早已形成身体记忆，管家随手就使出了那招揽雀尾。冯坤见身份被识破，也决定不装了。他早就厌倦了武林中的陈规陋习，并不想卷入这群老顽固的纷争之中，更不想与宫本比武。但他欣赏霍元甲这个年轻人，于是两人私底下喝茶时，冯坤一针见血道出了武林衰败的原因。假如各大门派不再固步自封，能汲取百家之长，融会贯通，区区小日子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霍元甲听后也非常认同，但这一战关乎国家和百姓，他希望冯老前辈能为此而战。冯坤见年轻的霍元甲竟有这般觉悟，最终决定迎战宫本。然而此时的他早已身患重病，那么他能否打败宫本呢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谁能想到，面前这个不起眼的老头，竟是天津第一太极高手冯坤。他隐姓埋名，不想再过问江湖事。岂料这天拉磨时，被细心的霍元甲发现了端倪。此时的天津武术总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他们收到了岛国武术界的战书，会长陈少明首当其冲上前迎战，奈何他年事已高，最终还是败给了宫本一郎。为了挽回国人的颜面，冯坤在霍元甲的劝说下，决定与宫本来一场生死对决。宫本刚上来就展开了猛烈进攻，拳脚刚劲有力，且招招致命。恰巧冯坤太极拳以柔克刚，很快便以一记太极侧肩靠将宫本顺势抛出10米开外。宫本凭借灵活的身法迅速起身，再次向冯坤发起2次进攻，可依旧奈何不了冯师傅。他的太极拳早已登峰造极，交手数招后，他使出一招4两拨千斤，将宫本打得满地找牙。现场的同胞纷纷替冯坤喝彩，却没人知道，此时的他已经重病在身。宫本不使出真本事是不行的。在冯坤的挑衅下，他先是用沙包对冯坤发起佯攻，冯坤则以独门绝技揽雀尾轻松躲开。不曾想，宫本反手就把沙包打了回来，还凭借视觉盲区将冯坤踢出了势大力沉的一脚。冯坤瞬间破功倒地不起。此时宫本发现冯坤有病在身，原来冯师傅之所以如此拼命，是为了让霍元甲看清宫本的招式。一定要注意每一个细节。只因此时的宫本早就对中国的功夫了如指掌，相反霍元甲还没摸清他的招式。冯师傅的坚持最终成功让宫本使出绝招，但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元甲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他最后一招了吗？还没来得及等霍元甲回答，冯师傅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看着为国献身的老前辈，霍元甲再也难掩心中的怒火。宫本，我要和你决斗。好，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。冯师傅用自己的死警醒世人，若武林各界依旧是一盘散沙，那么我们的同胞就会任人宰割。可凭借现在霍元甲的武功，并没有10成把握能够战胜宫本。虽然宫本对中华武术研究颇深，但假如我们可以放下门户偏见，集百家之长融会贯通，那宫本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。然而这群老顽固依旧惦记着祖宗定下来的规矩，门派武功绝不可外传。千百年来的规矩只会让咱们固步自封。
任人欺凌。陈会长听闻此言，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霍元甲，便意把咏春的精髓传授给他。众人见会长身先士卒，也纷纷同意将自家武功诀窍展示出来。与此同时，日本特务头子王希文为了协助宫本打败霍元甲，竟与鸦片大亨龙海生勾结。王希文看出了他的野心，答应帮助他篡夺大清皇位，甚至把龙袍也准备好了。唯一的条件就是希望龙海生从中作梗，让宫本能顺利打败霍元甲。龙海生本就与霍元甲结怨已久，当然是乐意至极。他先是让斧头帮出手绑架霍元甲的女友赵倩楠，还好陆大安在斧头帮有人，打听到了赵倩楠藏匿的地点。霍元甲得到消息后，立刻与徒弟们赶往码头仓库，几人合力之下，3下5除2就解决了所有守卫，顺利把赵倩楠救了出来。可这一切都在小日子的掌控之中。就在众人离开时，霍元甲不幸被路过的大妈捅了一刀，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却也元气大伤。那他还能顺利打败宫本吗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